你小时候有常听到看到人要叫啊这句话吗？打招呼是人与人相处基本的礼貌，但是要求小孩子看到长辈要主动打招呼，有些人觉得是训练，有些人却觉得是童年阴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逼小孩子打招呼这件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还记得小时候过年过节，大家是怎么样跟自己的亲戚长辈互动的吗？可能不少人都被家里的长辈告诫，看到长辈要主动叫人的规矩，然后努力的记住不同亲戚的称谓，跟各种叔叔啊阿姨装熟。可是礼貌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双方都有的吗？为什么总是小孩子被要求要主动跟大人打招呼呢？这种方式真的会帮助小孩子社会化，或者是学到礼貌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还在用3C 育儿吗？不如让芒狗狗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吧！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从日常的故事引导孩子认识挫折情绪、面对人际关系，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吃蔬菜、刷牙等好习惯主题。另外呢，深受家长好评的《芒狗狗在哪里》游戏本，边玩边认识台湾场景，又能够练习专注力。少了刻板印象的故事，多了在地的美感，为学龄前的孩子打造全方位的主题。现在16本全套输入77推荐，现省3330元，就让芒狗狗取代3C，成为你的育儿神器吧。礼节跟敬老尊贤是我们文化里面很重视的美德，也同时是我们普遍对于晚辈的期待。举例来说呢，假设你家里来了2个朋友的小孩，一个是一进大门就会跟大家打招呼，另外一个则是低头不说话，一直在角落玩自己的东西。大多数的人可能会对于会打招呼的小孩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小的时候自己被带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身边围了一堆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凑到你的脸旁边问你是谁啊？怎么没有叫姐姐啊？甚至直接出手捏你的脸摸你的头。这个时候很多小朋友可能即使害怕想要逃跑，但是又不敢乱动，怕被骂。尤其对于一些生性比较内向敏感的人来说，这样子的经历可能是非常大非常可怕的刺激。而且就算被逼着问完好之后呢，还要面对一种不知道要说什么的尴尬，只能够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的感想。所以说像这样子强迫小孩子演绎出打招呼问好的戏码，到底是有什么好处呢？从家长的观点来看呢，要小孩学会叫人主要可能是出于一些教育的目的。首先，小朋友学会叫叔叔啊阿姨的过程，其实也是在认识自己的家庭成员。尤其现在大部分都是小家庭，平常不太有机会认识一些比较远的家人。透过要求小朋友打招呼，也会让他们呢更快的记住自己家族里面的亲属关系，融入大家庭的环境当中。而另外，在一次次被要求问好之后，小朋友可能也会渐渐的习惯看到熟识的人要打招呼这样子的社交礼节。而这样子的礼节呢，不管是进入学校或是出社会之后，都是很基本也很重要的。而且也有家长认为在有家人看着这样子相对安全的情境之下，适度的让小朋友面对怕生的恐惧跟压力，其实是在训练他们的抗压性跟胆量，即使会造成心里的一点不舒服，但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可是其实呢，有可能家长逼迫小朋友跟其他人打招呼的原因，主要只是不想要别人觉得自己的小孩没有家教。不管目的是什么，如果光从大人的视角去看，其实很容易低估了小孩子实际上会恐惧的程度，或是没有意识到年纪小的孩子会对于外人感到焦虑，其实是很正常的。在大约6个月到2岁的发展历程当中呢，不少小朋友会经历一段非常害怕陌生人的阶段，可能看到外人就会躲在爸妈的身后，或者是一见到外人就大哭。这是因为大约在6个月之后呢，宝宝的视觉发展的比较完全，开始可以认出哪些是自己熟悉的人，哪些不是。对于熟悉的人就会愿意亲近，但是陌生的人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就会被视为是危险。这样子的自我保护机制呢，其实是演化上面必要。毕竟那么小的小孩通常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需要靠哭闹让照顾者知道有危险靠近自己了。但是在家长都保护得很好的情况之下呢，自我保护反而会被视为是怕生或不够大方的表现，让很多的爸妈感到困扰。举例来说，有些小朋友呢，因为没有常常看到自己的爷爷啊跟奶奶，所以也会把他们视为外人，表现出害怕不敢靠近的样子。但是呢，这也常常会让爷爷奶奶觉得很挫折很难过，爸妈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但是其实家长也不用太烦恼，因为大约过了2岁之后，小朋友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变得不那么怕生。
除非有些小朋友本身个性就比较内向或是高敏感，那就算呢他过了2岁对于陌生的人事物反应可能还是会比较大。那在这些状况之下，如果硬逼他们做一些会让他们害怕或是抗拒的事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小的影响。一些天生就比较不怕生的小孩可以很自在的跟陌生人互动，但是比较害羞、比较敏感或是处于陌生人焦虑阶段的小朋友，如果强迫他们要跟外人问好，可能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情绪反应，像是焦虑愤怒、害怕等等。而且如果用言语羞辱或是体罚的方式惩罚不愿意打招呼的小朋友，像是没有主动叫人就骂他是哑巴，或是在外面没有表现好回家就被棍子修理，久而久之小朋友可能会更排斥跟别人的互动，甚至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为往后的人生种下了忧郁或者是焦虑的隐忧。这样子不但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还可能会危害到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到小朋友长大一点点，到了青少年阶段，可能还会用唱反调的方式抵抗父母的管教，越是知道呢爸妈希望他要叫人他就偏偏不要叫。那这样听起来要教好小朋友，让他们把礼貌内化到心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做法，让小朋友可以自然而然的社会化呢？社交互动是一个双向的历程所以大人跟小孩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可以先介绍自己，或是由家长向小朋友介绍说，这位叔叔或阿姨是妈妈的谁谁谁。那如果小朋友很明显露出害怕的神情，可以先透过一些媒介来跟小朋友开话题，例如说询问小朋友手上抱的娃娃叫什么名字，从他们熟悉的喜欢的事情来开启话题，比较容易让他们卸下心防。尤其对于年纪小的孩子刚开始可以先放离标准，如果小朋友愿意对刚认识的人微笑挥挥手，先让他们不要有恐惧，就已经很好了。再来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引导小朋友开口，像是对于小朋友说某某阿姨要回家嘞，你要不要跟她说拜拜。就算小朋友还是很害羞不敢开口，大人们呢也不要太玻璃心因为随着引导的次数变多，年纪增长，大部分的小朋友呢还是可以慢慢的被潜移默化。尤其如果父母平常在生活当中就做好良好的身教，像是日常的时候都会跟邻居大楼的管理员问好，小朋友也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模仿这些行为，然后内化这些社会所期待的礼节。在搜寻近年的亲职教养相关文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要不要训练小朋友叫人的这件事情上面，主要有2种不同的声音。虽然主流的观点还是要多同理小孩的感受，不要太强硬的逼迫他们，但我们认为那些怕小孩没有礼貌怕太放任小孩会有负面影响的担忧，很多其实也很合理。所以光是看这些讨论呢，就算我自己没有小孩也可以想象得到尊重跟放任之间的界限有多难拿捏。但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呢，还是希望不同孩子的心声都能够被妥善的倾听。虽然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或许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不同的个性，也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世代，所以不太可能会有一套黄金守则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那里有时候小朋友呢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大人的要求，在特定的时刻做出特定的表现，不一定是他们不乖或者想要叛逆，反而很可能是他刚好呢又是处在特定的成长阶段，有自身的难处跟议题。那当我们渐渐的脱离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太久之后，真的很容易忘记身为小孩子是什么一回事，于是就渐渐的失去同理，变得没有耐心。那以打招呼这件事情来说，我们觉得如果大人能够先以身作则，展现同理，然后把重点放在彼此尊重的身教上面，而不是有没有叫人的形式动作，或许小朋友就能够慢慢被潜移默化，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学会顾虑对方的感受。到了这个时候，那可能呢根本就不会有要不要逼他们叫人的问题了吧。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曾经被逼着要跟长辈打招呼过吗？有，我每次都蛮开心的，而且常常被称赞很有礼貌。B 有我觉得很讨厌，不讲话呢又被消遣，真的是童年阴影。C 没有，我家人给我很多的自由，从来没有这种压力。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逼小孩叫人到底好不好。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爱拿为我好当理由的爸妈，以及社交恐惧是怎么产生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